大家好，我是一画。莲藕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尤其是秋天的莲藕最美味。这个季节我们要多吃莲藕。然而莲藕汤又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的一道家常美食。但是很多朋友在炖莲藕汤的时候，不是发黑，就是口感不够软糯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炖莲藕汤的小技巧。炖出来的莲藕口感软糯，不发黑。莲藕很容易被氧化，买回来的莲藕，我们首先用刮皮器削去外皮，凹下去的地方可以用小刀刮一下。炖莲藕一定要选择这种老一点的莲藕，这样的莲藕炖出来才能够软糯粉面。我们在选莲藕的时候，要选择这种两头封闭的，这样里面的藕洞才比较干净，没有什么泥沙。削好之后洗干净，再把两头切去不要。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藕洞是不是非常的干净。然后先将莲藕对半切开，再将它一分为四，最后将它切成滚刀块，可以稍微切大一点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新鲜的莲藕切出来的声音非常的清脆，水分也充足。小时候经常拿来生吃，又脆又甜，嚼在嘴里有一股清香，真可谓出淤泥而不染，太好吃了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将它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往里面加入没过莲藕的清水，再撒入一勺食盐，少量的白醋，然后用手搅拌一下，让盐和白醋溶解开来。盐和醋不仅是很好的调料，还可以防止莲藕氧化变黑。拌匀以后，将它浸泡10分钟，炖的时候就不会变色发黑了。接下来准备10块钱的排骨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来1大勺的面粉，再倒入少量的清水，然后用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块排骨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。用食盐和面粉来抓洗排骨，可以很好地把排骨上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干净。抓拌成这样有点粘手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倒入清水没过排骨，再次用手将它抓洗干净，把排骨表面的面粉连同杂质全部抓洗出来，多抓一会儿，然后把它倒在一个漏篮里面，再用流动的清水将它冲洗干净。用手边冲边洗，把表面的面粉全部冲洗干净。像这样冲洗一下，排骨就特别干净了。然后直接把它倒进锅中，锅里面提前准备好清水，放一个葱节，再下入一些姜片，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，然后开中火慢慢的烧开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排骨里面的浮沫就开始慢慢的漂浮上来了。再用勺子翻拌一下，将排骨全部浸到水里面。这些浮沫就是排骨腥味的主要来源。浮沫全部出来以后，再关火，把排骨倒进漏篮里，再次用流动的清水将它冲洗干净。焯水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，煮太久了，里面的鲜味就没有了，而且会使肉质变得更柴。洗干净的排骨，再将它放在碗中，把里面的葱姜全部挑出来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少量的油，
先把姜片放下来炒香，姜片不要太多。再把焯好水的排骨倒下来，用铲子不停地翻炒。炖排骨汤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要炒一炒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，而且不会那么油腻。把排骨的表面煎至微黄，煎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往里面倒入适量的开水，记住一定要加开水，这样炖出来的排骨汤才会更加的浓白。要是加冷水，会使排骨遇冷收缩，肉质就会变柴。然后搅拌一下，这样的排骨吃起来才会更香。然后将它转进砂锅，用砂锅炖的排骨汤更好喝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莲藕也已经浸泡好了，一点都没有变色。将它倒进漏囊里面，控水捞出，用清水再次冲洗一下。锅里面的排骨也已经煮开了，用勺子撇去里面的浮沫，再将莲藕倒下来，用筷子整理一下，把所有的莲藕都浸到汤汁里面。扣上锅盖，小火炖4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把红枣，加入少许的面粉，再倒入少量的清水，再把红枣用左手抓洗干净。加入面粉可以更好的清洗红枣表面的灰尘，这样洗出来的红枣才会更加的干净。然后再清洗一遍，放在砧板上，用刀切去枣核，先对半切一刀，再沿着枣核切一刀，翻过来再切一刀，这样一个完整的枣核就去掉了。然后将去核的红枣放在碗中备用。这个时候的莲藕排骨也已经炖好了，哇，整个厨房都充满着香味，汤色也非常的浓白，跟牛奶一样。然后我们把红枣倒下去，用勺子翻动，把红枣煮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莲藕也已经煮烂了，咬一口清甜软糯。接下来往里面撒适量的盐调味，这里就不用再加其他的任何调味料了，这样的汤原汁原味，更好喝，更营养。家里有条件的再撒一点枸杞，既点缀了颜色，又增加了营养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出锅之前加盐，可以使里面的汤更加的鲜美。就这样一道非常有营养的莲藕排骨汤就炖好了，汤色浓白，喝起来非常鲜美。按照我的方法炖出来的莲藕不发黑，不变色，闻起来非常的香，看上去也很有食欲。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，就可以上桌啦。如果您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还请您记得给我点个赞，记得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您的支持。